好，我根据大家学习我这种绘画的需求，然后分享推荐一些可供学习的画家。这个呢，也是我筛选过的，对我们学习此课程比较有营养的一些画家及其作品。然后大家也要学会怎么去看，去吸收每一位画家的精髓。每一位画家他都有自身的一个特点，同时呢，他也有一些并不适合我们学习的地方，所以我们需要学会分辨，在每一位画家身上学习有利于自己的绘画方面的内容。那么接下来我跟大家概述分享一些画家，同时也给大家一些方向性的建议。就课下大家可以花些精力去研究一下，了解一下我推荐的一些这些画家的作品。那么首先我要推荐的是梵高。我觉得所有人不管你喜不喜欢，都要去了解一下梵高。就我们看梵高要明白他对于我们现阶段自己学习艺术最有价值的地方是什么。我们先去用心感受一下他的画作，然后梵高的艺术最打动人的地方就是他的作品里面饱含情感，并且那种情感是很热烈且赤诚的。我们看他的画作，似乎能感受到他当下的一个内心的跳动，他是在用心感受他所画的事物。梵高自己有讲过，当我用线条表现事物时，我希望能表现他们的情感和灵魂，用线条表达出生命的能量。还有，当我画一个男人，我就要画出他滔滔的一生。如果生活中不再有某种无限的、深刻的、真实的东西，我将不再眷恋人间。通过这些画，我们能感受他作画时的一种态度和状态。只有我们对事物饱含情感，用心的去感受，我们才能表达出事物当下的状态和抒发自己所饱含的一种情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可能画出打动人的作品。就像梵高还说，当我画一片麦田，我希望人们感觉到麦子正朝着它们最后的成熟和绽放努力。所以我们看梵高画了很多麦田，我们能强烈地感受到他赤诚和热烈的情感。我们再看他一幅作品，从这个时间上有一定的争议的，就说可能是他最后一幅作品，但是这个有争议。作品就是麦田里的乌鸦。那我们看这个画面，就似乎感受到了他当时的那种就不为世人而理解的孤独。他本身他是一个天才，这画面里一片旷野里的麦田和一群惊奇的乌鸦，深邃而压抑的天空，和一个原本是天才却不被世人理解的梵高。那么如此深刻的一个画作，很难让人不为之动容。我们再来看他的素描与速写，他用看似很粗糙的线条和最简单的处理方式。我一直觉得他是用最笨拙的方式在画画，当然这个笨拙是打引号的。就我们学习这个中国画书法和国画里面有一个褒义词叫拙，更高级一点叫古拙，这个是在艺术层面很高级的一种追求。然后它没有花里胡哨的一些多余的东西，很纯粹很真挚地表达了事物的一种状态。画面并不精细，但饱含情绪和氛围，让观者有一个很强的代入感。所以我们学习绘画艺术一定要去感受和理解一下梵高，学会用情感去创作，要让自己的创作饱含情感和情绪，让观者能找到共鸣和情绪价值。因为我觉得梵高很重要，所以讲了很多，只是希望大家对学习艺术绘画有一个正确的认知，而不是只知道学习一个石头怎么去画，一个圆怎么画得更圆，这么粗浅的理解和追求。然后还有一个画家叫富兰克林，他的作品很适合咱们这个课程的风格，
因为我的这个钢笔画，就是整体的这种感觉，很大一定的程度是受到富兰克林的影响，但是只是在这种技法方面，就是从这个画面整体感觉和这个构图和这个整体画面格调上的一个方向，我并不是特别喜欢他的这种感觉。但是作为学习，你们还是很有必要去看一下他的作品，因为他的作品从技法层面是相当的高超了，更接近于我的这个课程里面的一些处理办法和这个绘画逻辑、排线的逻辑，所以这个很有必要，大家一定要去了解一下，然后看看他的作品。然后富兰克林呢，他的这个我们看他就要去学习去看他的线条的组合表现技法，主要就是看他的技法方面的东西。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构图的冲击力的设计，就是你们如果喜欢他的这种风格，可以去借鉴去学习一下，看他的那种构图，他有时候这个构图的想象力很丰富，他这个冲击力也很强，就是故事性比较强，这些点都是我们值得去学习的地方。然后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画家，就是多雷。多雷应该很多同学应该也都了解有知道，他的作品就是更多的可能都是版画，并且是这种人物居多。那我们看他的作品，我们要明白学习他的哪些方面，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他对这种细节的刻画，可以说是到了一种极致的地步。看他的一些非常精致、非常精细的一些细节处理，就是它的线条的排列组合，就基本上接近了那种工业机械性的缜密度，就是非常的精准，有可能中间有一条线错，它的这个画面可能就会被破坏了。但是这一点呢，也是我们学习他的作品的时候要刻意的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艺术性的一些创作来讲，太过于精细的东西，它很容易就落入到一种匠气的感觉。搞艺术创作，我们可能更需要是一种艺术概括和一种即兴的表达，所以我们可能更应该去看看多雷的一些手稿，就他的一些手稿相对来讲可能就比较概括，让我们看他的这个用线都是非常的果敢肯定，并且线条都是有极强的这种生命力表现力，然后它的画面的这种虚实变化，这种虚和实的这种节奏感控制的也是比较好。然后我们通过它的这些手稿也可以看出它的一些排线用线的一些逻辑，还有一些这种黑白虚实的一个对比。所以我们看这个多雷的作品的话，几点去看他的这种对于细节的处理，就是知道他处理的这种办法，但是我们没必要说像他那么处理的非常缜密，就是过于精细。那然后我们就去学习他的一个构图的设计，就各种角色，就他的画面很多都会有一些很奇幻的，然后也会有很强的一种故事性。然后我们再学习的就是说，可以去看包括它的一些树、它的一些云、它的一些石头，包括一些光感，对于这种各种材质的肌理处理表现。好，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个画家，就是丢勒。丢勒他呢，跟这个多雷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我觉得它跟多雷相比，它除了是对这个结构有一个很高超的把握能力，就它的线条会非常的精准，就每一根线条它都能准确的表达出这个画面的一种状态，
一种结构，并且它不刻板，很生动鲜活。它跟多雷的区别就在于，它把这种绘画的自由度和这个技巧的精确度，它结合得非常好。多雷的它可能相对的就更多的偏向于技法，以非常精细的技法去表现，但是画面缺少一种节奏感。而丢勒的作品呢，它还是会具有一定的这种高度的概括性，就是很自由的发挥自己主观的删减与概括，画面有很强烈的一个节奏感对比。而多雷的就没有特别强烈的节奏感，它的就只有这个技术。所以这个对于我们学习艺术而言，可能丢勒的对于我们更有营养。他俩的对比来讲，我觉得这个丢勒他的这种艺术造诣要比多雷要更高，甚至是高了很多。所以我们临摹的话，适合去临摹一下丢勒的作品。然后丢勒他对于这种画技和画面比较高级的这种调性的拿捏是非常到位的。然后就是他的一种画面的有强烈的节奏感和准确的果感又肯定的线条组合，使得画面有极强的这种表现力、生命力，更给人一种历史性的厚重感，并且它的线条可能不会很复杂很多，但是非常的精炼准确，这就是它的对于结构的高度精准的一种把握能力。就我们看他的作品会有极强的这种观赏性，它线条的流畅，再加上它画面的一种节奏的处理，就是看他的画你会觉得很过瘾，非常壮丽又非常爽的那种感觉。你看他的作品你会惊叹，他怎么能做到这么挥洒自如，然后又表达得非常深刻。所以丢勒的作品比较适合我们去临摹学习。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个画家伦勃朗，他的作品也是非常精彩，然后线条是非常有力量，并且对这个画面的结构把握也是非常准确，然后大刀阔斧，这个非常大胆的去游刃有余的去画这个。伦勃朗的画作都是不拘泥于细节，他用线是非常大胆，画面的这种节奏感也是非常强烈，张弛有度，这是他画面一个很大的一个特色。他的虚实对比，然后用线的这种肯定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他的画面都是有非常强烈的一个对比，虚和实的对比，明和暗的一个对比，他把握的非常好，就像是一场交响曲，这个节奏是跌宕起伏，用线条也是非常的潇洒。他有很多的这个作品就非常接近咱们中国的写意画，用线，它的那个线的表现力是非常丰富，它可能一根线里面饱含的这种内容是非常丰富的。所以我们学习他的画作的时候，就是要去学习它的这种张弛有度，它没有那么紧，但是它又不是那种很粗糙，然后它不会有多余的线条，它每一根线条都在画面里面起着比较重要的作用，并且线条的这种力量感是非常足，很厚重，画面会给你感觉很有分量。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要学习它画面的一种概括能力。它这种虚实对比，有些地方可能画的精细，有些地方它那种突然的放开概括，反差很大，所以它这个对比强烈，节奏也是变化是非常多。所以这一点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用线是非常肯定，毫不犹豫。它每一根线条都是斩钉截铁般的画下去的，它这个画面的留白也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很多这种画面可能看似是没有画完的状态，但是就是处在这种状态，
他把主体和这种周边的环境把它虚化，然后把主体强化，然后这就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艺术冲击，是在视觉上我们会直接聚焦到这个画面的焦点。好，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个画家希什金，他的画呢基本上都是以唯美为主，我们可以作为一个素材，因为风景画里面可能我们画风景画的时候可能树木比较多，我们想把这个树木画得好看一点，那就可以多看看这个希什金，他是可以说是把这个树就感觉是画活了，他画的这个树呢是非常的漂亮，但是他的作品可能有一些画的感觉格调很好，很不错，风景非常漂亮，非常唯美，树的那种状态表现的给你感觉就是表现到了极致，尤其是油画。但是它也有一些这个作品可能相对的行画的感觉了，它有些画确实是很经典，画的非常棒，但是有一些我也不知道，有可能是会不会有别人的冒充，因为它有些画的这种差距还是挺大的。从这个画的精神面貌上来讲，它整体的画面都是唯美，充满生命力，并且大多的画都透露着一股非常平静祥和，所以这可能喜欢他的风景画的人可能要更多一点。对于这种美术爱好者来讲，从他的一个构图，从他的一个对树的这种表现，尤其是他的风景画里面的那种光，自然光的那种光感，他处理的是非常好。有时候会有那种夕阳打在这个树木上面的那种光感，它让你能感觉到从天上过来照在这个树上面。我们去看一下它的这种树木的这种光感的处理，它也有一些素描作品，它这个素描作品我们也对于小白来讲，对着它的那种树，它的速写和这个素描的那个树看似很复杂，但是其实你们如果是对着它那块去看的，还是画的比较直接吧，没有太复杂的内容，一眼就能看得透。一般小白可能一看就会觉得非常好看，但是你像再往深度一点，可能会觉得稍微有点平淡。我们学习他的画的时候，一定要去稍微挑选一下，因为他有些作品确实画的是非常好，并且有一点，他的画其实你要是仔细看笔触什么的，他没有说是特别的细致，他不是那种超写实的那种画法去画，他也是用一些笔触，一个笔触一个笔触的去画，但是他的能力就是说，他通过这些笔触，把这个整个环境、整个画面能处理的是非常写实，所以这就是一种比较高级的写实。它不是我们看到的有些那种就画得很油的那种写实，就那种写实可能就看得很俗气，看似写实，但其实没有内容，就这种就是比较低级的写实。希什金最可贵的地方就是说，它是一种比较高级的写实。好，我们再来看一看画家佐恩。那我们看佐恩他的这个作品的风格很突出，你可能他的作品一出，你一眼就能认得出来。就佐恩的作品呢，还是有很多值得去学习借鉴的地方，很有个性。他的画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说，他对于这种线条的有非常强烈的一个节奏感，他画的非常大胆，非常放得开，感觉他的这个线条的表达是非常的率性，
你会感觉他画画感觉非常过瘾，感觉很快。他的笔你会感觉会刷得很快，他好像是在用着一股非常激进的这种方式在画画的那种感觉，你就感觉他好像是在咬着牙画画，他的笔就感觉似乎要把这个纸给刮破了那种状态。它整体的画面都是在一个失控与可控的边缘，这种感觉在画画，看似画得很粗犷，但是它的画面表现出来的却是很温和的、有温度的这种感觉，所以这就产生一个极强的一个反差，这就是它的一种艺术语言，会给人一个非常非常深的一个印象。那我们看他的，我们学习他的，就要去学习他的这种不被线条所控制，他想怎么画就怎么画，他画的这种画面、这种节奏，他自己画画的时候那种节奏，画画的时候那种状态，完全的是随着他自己在走，他不被任何条条框框的所禁锢，并且下笔就画，非常大胆，不怕画错，这是他的一种状态，我们需要学习。再另外就是说，他对他的这种画面，他是看似随意又粗犷的去画，但是他的每一笔都是有考究的，他不是真的是在那儿随随便便的那么去画，他每一笔都是有目的性，他所有的这个线条都是在他的这个控制范围之内去表现的。他画面的这种非常强烈的一个对比，他通过这种对比表现出光感。你看他画面的一些有光感的作品，就是他通过这种强烈的对比，就简简单单的一些线条，然后就让你能直接能感受到那种光照的状态。他好像有一种印象的感觉，但是他又在这个印象的感觉里面又有写实，画的那种人物和这种场景的状态是非常真实的。好，这是给大家分享了几个画家，然后我觉得大家如果真的去用心去感受，然后去读、去了解这几个画家之后，应该是会对你的这种审美和对艺术的这个了解会有所提升。所以大家下去了一定要去花点心思，然后去了解，平时没事的时候也去多看看相关的一些信息、一些资料，这个对于我们画画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画画一定要知道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画外功夫，就是画画它不是你拿着笔在那儿练习线条怎么控制，怎么去画一个方，怎么画一个圆，那只是一个最最基础的东西。最重要的是画外功夫，就是画艺术类的东西，到最后都是画的是你的这个一个综合的一个艺术素养。那这些艺术素养呢，就是它包含了很多，它是一种文化，它包含你的这种对生活的一些感悟，然后你对这种艺术的一个思考，